大家好，我是 FCG RZ。今天这部影片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12月的 DC 杯拿到第2名的心得啦。那希望可以提供给想要准备 DC 杯的人一点想法，或是准备过程的帮助这样子。那理论上这部影片如果要流量的话，应该是要在我拿到的隔天或后天发，但就跟上一篇影片说的一样，就是DC 杯结束之后，我实在是太忙了。对，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首先是 DC 杯前具体的准备过程哦，我觉得大概重点有3个，一个是你要找好队友，然后第二个是你要摸透环境的牌组，然后第3个你要有充足的练习。那所谓充足的练习是指，就是你大部分的牌都要玩过，然后你至少要有2到3套，就是你准备好哦。我觉得这一次这2、3套大概就是最强，就是我在那个环境上都可以拿出来的牌组。嘿，这边我头有点挡到字哦，所以我们稍微给它往下移一下。OK， 好，这2、3套牌组呢，像这一次环境我准备的就是烙印跟 VS 啊，那就每次环境不一样，那这是我大概觉得比较重要的3点啊，这样子。那第3点跟第2点其实是有点重叠，但其实具体 DC 杯的准备过程也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分别细数一下，就是这3个你要怎么去，实际上你要去怎么做到呢？那首先是找好队友的部分，这个找好队友的话，我自己这次找队友一个是 No 哥啦，就我们台湾上次 DL 的代表，然后第二个是我的观众啦，反正就是经过 No 哥牵线啊，最后找到了咪呢，反正就最后一起拼这个 DC。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这2个队友在这次我拿到这个 DC 杯第2名的帮助来说是很大的，因为就是赛前啊、赛中啊，其实我们都有做一些讨论，那我觉得这些讨论都是挺有用的。好，那大家可以再去关注一下他们的推特，还有订阅一下 No 哥的 YouTube 啦，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找队友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可以和队友一起讨论打法和构筑思路啦。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进行的蛮多的，就是大概是从版本更新前，就是烙印那个版本更新前，在大概2个礼拜吧，或3个礼拜左右，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看，就现在可能流行什么牌组啊，有没有什么套路啊？因为上一次轨迹皮很厉害嘛，但我自己上一次轨迹皮就练得少，所以也是最后一天才拿出来。那这一次我就想说改正一下，就是我们尽量多把就是大家有研究出来的构筑和思路就都去试一下这样。那其实我们前面试的牌挺多，包括40烙啊、60烙啊，然后轨迹皮啊，然后什么神杯啊，我自己有试神杯啦，可是神杯可能比较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好，然后还有那个深渊刹地利 beat 啊，就是那套补10 beat， 然后还有我这次使用的 VS 啊，然后斩击啊 ，No 哥有练伊格尼斯啊，反正就是尽量环境内的牌组我们都会拿出来讨论一下，然后可能试打一下之类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打，所以我觉得有队友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3个人嘛，那你3个人可能会的牌组不太一样，大家都可以打自己会的那几套，那这样子3个人就可以试很多牌，就效率来说会变得高很多啦。而且有人跟你讨论打法和构筑的话，其实有时候那个盲点比较容易被点出来，你自己组有时候其实不太清楚。那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要找队友才比较好做到的，就是你平常比如说在我们那个我自己开台啊，或是在可能随便一个 DC 群这样随便聊，其实很多人他都是就是随便看看，然后随便回你的。那当你的队友是真的想要认真跟你一起准备这个 DC 杯的时候，他才会认真去投入，然后认真跟你讨论这样。所以其实是不是队友去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差蛮多的。当然你有平常就会打牌，你知道他是什么，比如说他10卡常拿上位，或者他10卡真的很擅长这个卡组的，你去跟他讨论当然没有问题。就是我也会去跟我其他10卡的朋友讨论说，这次 VS 可能该怎么组之类的。很多人都有提供我很多就是不错的思路，这样子。就虽然他可能不玩很低，但他之前10卡的经验确实是可以帮到我的。但这些前提都要建立在你有这些朋友圈。那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尤其是玩 MD 的，有那么多会打牌的朋友，好不好？我的所谓会打牌的朋友，就是指比如说他10卡常拿上位，或者是他跟我一样，比如说 MD DC 杯就是有拿过金头啊，或是什么每次都拿银头啊之类的。
反正至少你找到一个他跟你说好我要冲 DC 杯的队友，他是会认真准备，他不是 DC 随便瞎回你2句的，他也不是没有打开游戏连下载都没有云玩家，好不好？好，那再来是赛前制定防练牌啦，这个也一样，这个就是你的队友才会认真跟你练牌，那才会有比较高的频繁度。然后第3个是 DC 杯中连麦或是爬分状况讨论。好，这个也还蛮重要的。就我自己是没有连麦啦，我这次没有连麦的，但是我们有开着直播，然后可以大家互相看一下爬分的状况，然后我们还有开一个表单，大家在爬分的时候可以互相看一下大家爬分的状况，这样子。就我们不一定都是拿同一套牌去爬，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每套牌爬分的状况，这样，然后也可以在爬分的时候给一下建议。那连麦这个对有些人来说是正效益，但对有些人来说不是正效益，这个要看人。就我自己习惯打牌是要安静的，就是我要专心做一件事，我就是安静的，所以我是没办法接受我边打的时候有人在跟我讲话的，所以连麦这个就看人啦。但至少你可以就时时刻刻都有人一起打字，然后有人一起爬分的感觉绝对比自己爬的感觉好。就不管你们有没有在讲话，至少你们可能打字沟通这样子，那你就觉得有人在跟你一起努力这样。然后再来是要熟悉环境牌组。那这一次 DC 杯其实最麻烦的点是，他在2个礼拜前左右，他突然更新了烙印的圣女，然后还有这个结婚龙。那他让烙印的强度又上了一个大档次，但烙印这个牌组很难，烙印这个牌组很难。所以很多人这次其实是来不及练这个烙印的，当然我还是有尽量去练它，因为以前也玩过烙印嘛，然后更新过后我也尽量多玩一点这样子。环境牌组就是比如说这次主流可能是什么烙印啊，然后 VS 啊，然后神杯啊、轨迹皮啊，那这些卡组你是得要拿得出来的，就是你不管怎样你都要会玩。对，我自己是觉得你不管怎样你都要会玩。但你能玩到什么程度，这个就不一定。反正至少你一定要去练习啊，至少他作为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才知道打断哪里这样。好，以那时候环境来说，我那时候在 DC 杯前有做一个分析嘛，然后就做了一个环境 T 表。首先，熟悉环境牌组的部分，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准备这次 DC 杯的话，你图上的每一副你都要知道它在干嘛，就是你都要知道它里面几乎每一张卡的效果跟它的运作，知道它的效果跟运作跟你拿出来可以打是2件事。那我自己觉得至少 S 级的牌组你一定都要拿出来打，就你个人认为 S 级的牌组可能2套左右，你是要熟悉的，你要很熟悉，就是你随时都可以把它拿出来打，这样，你要很熟悉。然后再来 A 级的牌组，你要可以拿得出来，就是你可能熟练度没有 S 级的牌组好，但 A 级的牌组你每一副就是你只要知道有个构筑，那你就要拿出来。那以我状况来说，基本上 S 级的牌组是我很熟的，也是我这次准备的2套。那 A 级的牌组是我只要有构筑我就拿出来。那我的队友最后是选轨迹皮啊，然后还有烙印。VS 他们的熟悉度没那么高，因为其实 VS 那时候评价很不一吧，就是我自己那时候好像也不是把 VS 排在 S， 我好像是把神杯排在 S 吧，我记得 VS 我好像是把它排在 A。那所以神杯我也是一定拿出来的，然后就是 A 级的牌组你只要有构筑，你基本上也要可以直接上场实战。所以可以上场实战就是它的 combo 基本上你都要会，然后你也玩过一定的场数这样子。龙泉可能是我比较没有那么有自信的那一套啦，但我那时候觉得反正龙泉跟烙印就是有互补性的，就是龙泉能上分的环境基本上烙印应该也可以上分，所以我是觉得练烙印就不一定要练龙泉的，所以我就龙泉练比较少啊，但最好还是要就是 A 级的卡组你也要拿出来。那 B 级的卡组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运作。那你是不是拿出来这个就看个人了，我觉得你也准备不了那么多卡组。然后练习方式的话，那刚刚前面有讲到，你除了熟悉环境牌组以外，你至少要有2-3套很熟的，你已经准备好构筑的牌组。那你要怎么去决定那个构筑跟你去练习那些卡组呢？首先第一种是打天地欧杯赛嘛，那这个基本上只能让你熟悉卡组的运作，就是它的 combo 大概怎么打这样子。那对你高强度的练牌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因为 DC 杯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活动，就是这3天不管是时间还是玩家的实力都是高强度的，所以天地欧杯赛的
大家玩的就比较随便，所以对你的练习基本上没什么帮助。所以基本上它只能帮你就是熟悉卡组的运作，然后再来是参加比赛。那参加比赛我觉得也差不多，因为比赛可能玩家强度比较高一点，但 MD 的比赛一来不多，二来 BO1 就是比赛就很靠运气，就是你有时候衰一两把你就是回家，所以也跟你玩的好不好没什么关系，所以参加比赛的帮助也不太大。那我更推荐的是3跟4，第3个是参加主播办的那个自定房练习啦，然后第4个是跟队友开自定房练习。3跟4是我比较推荐的，因为你才能达到实质上有强度，而且就是可以参考的练习这样子。那3跟4我们后面再继续讲。首先先讲3的部分哦，我自己这一次有参加的一个是 PDC 啊，就是日本的 YouTuber 那个 King Hello 办的这个 PDC。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是，它会提供给你表格，就是你有参加的话，它会提供给你表格，然后上面有数据分析。那个数据分析还蛮不错的，就是它会很贴近第一天的环境。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参加了2次，我上一次 DC 我也有参加，那这次 DC 我有参加，那2次我觉得它都还蛮贴近第一天的环境的，所以。这个参加还不错，就是你可以知道那个数据，然后你也可以试试你的卡组，这样子都不错，然后强度也不错，所以蛮推荐可以参加一下这样子。然后右上角是他那个 YT 的截图，给你们参考一下。然后第2个是这个啦，就是 KG Cup KG 杯，嘿，那。他是日本的 YouTuber， 然后之前也拿过2次金头吧。那这个是他自己办的那个自定房啦，也算比赛吗？也算吧，就是反正就是自定房，大家可以练习这样子。那他这个房的之所以有参考价值，是因为很多日本的金头，然后还有包括之前韩国玩得不错的金头都会进去打，所以就整体的强度就会比较高。那就会有参考价值，就是你打上去之后的那个环境就比较有参考价值，那练习的强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我自己是推荐的啦。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参加，但也没有参加那么频繁，因为我这个时间有点紧，所以最主要大概前面有参加几次啊，可能1周参加个1次之类的。然后 DC 杯的时候我有参加这样子，好，主要我自己也要开实况嘛，所以。也不是每次都能打这样，好。然后最后我自己之前会办RJ杯啦，那这一次比较少，那规则基本上都是抄 KG 杯的，就我自己之前也觉得那样还不错，而且跟观众也可以互动这样。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就是这个现在都还只有本台的观众。那如果有日本的金头啊、韩国金头啊能进来打的话，就会变得比较练习的强度比较高，大陆很多很有强度的主播啊、选手啊，就如果能进来练习的话，我自己觉得就可以弄成一个很有参考性的练习房这样子。但我上一次 DC 期间，我大概也只办了1次，因为我发现，因为我办了1次，然后妈的都是一堆观众要进来给我搞耍，然后我那一次办完我就。想说算了，浪费时间，别办了，然后我就没有办了啊。所以我之后看心情吧，如果有机会的话 ，maybe 我也会尽量多开点自定房，这样好。所以我推荐的就是3跟4啊。那跟队友开自定房练习这个。你要找好队友，然后你们就约好，然后比如说，那你们就可以试那些你们想要练的对局，或是你们觉得内战上有什么细节，你们就可以多练几把，这样子就还不错。那再来是 DC 杯进行中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 BC 杯大概的流程啦。那细部的也讲不了，因为时间实在太长了。首先 ，DC 杯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活动，嘿，因为它要打3天，然后这3天基本上睡眠时间。都很少，我3天加起来大概睡了，第一天睡5个多5、6个吧，然后第2天睡4个吧，4、5个小时，然后第3天没睡，所以3天睡起来不到12个小时啊。首先 DC 杯进行中的话，我自己觉得你可以先准备一套你觉得第一天最适合的牌。那所谓最适合的牌，
基本上是最强的牌。但我觉得啊 ，DC 杯很多人说，哪个刷分效率不好，哪个一场打很久啊之类的，除非真的要打超久，像神杯之类的。但强度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上得去的，始终是上得去的，就是不管你效率怎么样，你上得去就是上得去。所以第一套牌我通常还是建议准备你觉得最强的那一套。那第一套牌你可以先打大概2到3个小时左右，然后这2到3个小时，就是你就观察一下你这套牌上分效率怎么样。如果真的效率不好的话，搞不好是它不够强，或是它不适合第一天的环境，那可能可以考虑换你准备的第二套牌。然后第二点是，你要跟队友去互通资讯，就你除了自己打以外，你要观察一下你队友是不是就是上分的状况怎么样。就假设他拿了哪一套牌上分很厉害的话，你就赶紧跟他要卡表，然后抄，然后开始上分这样子。所以就跟队友互动资讯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是3天环境可能会不一样，要想好你的对策。比如说这次 DC 杯的话，3天环境我觉得还好，我自己感受没有那么大。但上次 DC 杯有，就上次 DC 杯其实差蛮多的。就第一天很多刹帝利白银城，然后第二天很多龙泉斩击，然后第3天很多轨迹皮。所以第三天就强的牌根本就不一样。那我第一天拿意识会嘎嘎上分，但我就是打不赢龙泉，所以就很有问题。那当你感受到环境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想好，我们对策。那如果是你这套牌对策不了的，就是你就算加了系统外或者什么对策不了的，那你就要考虑换牌。所以接下来就要接到第4点，就是情况不对，一定要考虑改构筑或换牌。我这一次做的比较成功的点是我第一天拿了烙印，然后在第一天下午的时候，我自己烙印卡卡的，大概卡在10000分上下。然后我去问了一下那个 B 站的鲁大师，好不好？这左上角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他的那个 B 站截图。虽然我觉得他不需要我宣传，因为我观众基本上知道他，然后在 B 站他肯定比我有名，好不好？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我宣传。好，因为我们前一天其实有讨论一下烙印的构筑大概怎么组，然后我们就大概讨论好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你打的状况怎么样？他也跟我说不太好，就大概10000上下。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可以换牌，就其他朋友也有给我建议，就包括我队友，然后还有我们团队的101，整次 DC 杯他这次也是帮我蛮多的啦，就是给我建议啊，或者跟着我一起看我对局怎样之类的，他这次也是帮我蛮多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自己就说要不换 VS 吧。然后就想说因为我赛前准备了，我觉得 VS 是其中一套很强的，但它不好打烙印，所以我就想说，反正烙印也没那么多，我就看了数据大概10% 左右吧。那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换 VS， 反正打到烙印了不起，后宫输了就算了。那就开始换 VS。那换 VS 之后，很明显上分效率是好的，就是有比较好。然后烙印还有一点是对牌手的负担太大了，就是很难。真的太难了，就我自己觉得我烙印是有一定熟练度的，但是不堪负荷。真的要打烙印打到超级熟，很精通的那种，才能从头拿烙印打到尾。烙印我大概玩1个下午我就猪脑过载了，我受不了了。对，真的太烧脑了，不太行。那 VS 相对就直观而且简单很多啦，而且它强，它确实是强的，就是效率是一个问题，但是它要强才是重点。就是你如果效率好，但它烂，那没有用啊，你只是掉分掉得很快而已。所以这是很多没有打过 DC 杯的人会有的误解啊，就是你这个效率好的牌才厉害，但其实不是，就是强的牌才上得去这样。这个表单也是我在边打的时候边记录，那这个其实不是全部的啦。那为什么不是全部的？这个我们后面等一下来讲。那反正就是我边打边记录，边打边记录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要测一套牌，大概至少要玩10场，然后才会知道它大概的状况这样。那你如果觉得还可以，就可以继续用。然后我就是边打边记录啦，然后看一下自己整体打起来的状况，然后包括先攻率啊、胜率啊这样子。如果先攻率低、胜率没那么高是 OK 的，但如果先攻率高、胜率还低，那可能就是你的构筑或是你整体的操作或状况有点问题，要休息一下这样。然后这个表单不错的点是，就是还可以看队友的，就是我往右边拉，我就可以看到 No 哥的状况，然后我往左边拉，我就可以看到我们另外一个队友那个米莫耶的状况。那这个表单是
这次米莫会提供给我们的啦，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对我帮助也是挺大的。嘿，好，然后反正就是一直记录这样子啊。然后我实际对战场数应该快300场吧，打到这边的时候心态有点炸了，嘿，打到这边心态有点炸了，所以就没有再登记表单了。对，我一发现登记表单好像也有点让我心态炸的时候，就是我心态本身已经有点炸了，然后反正看这些数据，我心态更崩的时候，我就没有再继续登记表单了。所以就是 DC 杯中你要停止任何有可能影响你心态的东西，包括实况。然后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就前面都是用烙印，然后发现烙印有点效率不好，而且好像没想象中强的时候，我就换 VS 了，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大概睡眠时间，就是我继续打的时间，然后还有我的分数这样子。那因为我的头会挡到字的关系，所以我的头先消失。嘿，好，那这个大概是我睡眠时间的分布。就是第一天我是从中午12点打到凌晨3点，那中间都是有吃饭，中间有吃饭。我觉得饭一定要吃，你可以不要吃太多，就是不要吃太饱，不然会想睡觉。但你一定要吃，不吃饭你那个脑袋不太行。就不吃饭，我觉得比不睡觉影响还大，所以饭是一定要吃的。然后第一天我大概打到3点左右，分数大概3万上下。其实我大概1点左右的时候，我就是3万上下。但是我觉得，根据我上次的经验，我很怕第二天环境变，所以第一天我还在上分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多打一点啊。那最后打到3点左右还是3万上下，我就想说，好算了，那我们去睡觉休息吧。就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操作也有点变质了。那大概到第二天，这些我都是开着实况在打的，但是有延迟，大概15分钟延迟吧，好像。然后我是全程都没有在看聊天室的，就是聊天室讲哪些屁话我都没有在看的。嘿，我大概从早上10点打到晚上6点吧。那这段时间我都是有开着台的，但是我的分数就是上不去，大概3万4左右，就卡卡的。嘿，那我发现状况不太好，所以我就决定关台了。这边我就决定关台了。那关台之后，我也有稍微再调整一下构筑啦，因为那时候鲁大师的分数已经，我记得好像往上打了吧，好像打到4万多了。那我就问他一下说，你是用什么构筑？我们两个交换一下看一下这样。然后我就把自己的构筑改的跟他比较像，就是有些卡多加了一点，然后次息放回来这样子，然后就开始继续打。那关了台就继续打，嘿，关了台，然后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冲这样子，然后就一路打。那晚上的时候就很顺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开台有灵气，就是自动变小丑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只是把台开着，然后不看聊天室的话，理论上应该不会影响太多我的操作，但可能被人看着还是有压力吧，所以就最后把台关掉，然后冲到凌晨4点的时候，大概到6万6700了。那这边是已经锦衣了，这边应该是已经锦衣了，而且这个分数基本上金头确定了，但因为有资格，第一名有资格，所以就没有想着要休息，就是隔天就是要继续打，所以大概打到凌晨4点多的时候。我觉得我操作有点变质，而且有点打昏了。我最后一把打完，我就打完休息了。那个大概我睡了4个小时左右吧，因为其实也睡不太早，所以大概5、6点才睡着。然后早上10点、11点大概起来，然后就准备开始继续打。然后隔天大概6万多，这个是比较难上分的，因为从这边开始你遇到的人分数都是比你低的。所以你打赢把大概加1000，但打输一把可能扣1200之类的。后面7万多的时候一定都是这样，就是赢一把加1000，输一把扣1200，除非你遇到上面的，就是锦1、锦2这样。第3天就开始追啊，就是第一名我记得好像已经爬到什么7万5还多少了，那时候是那个吧 ，See You Again 吧，好像。然后就开始追，反正就第3天到第4天就是狂打，一直按。然后累的时候就休息，然后比如说爬到锦衣的时候，可能就休息一下，看个状况，这样。就是大概凌晨10点、12点的时候，就那个这次第一名的那个 Ryan， 他就已经上到大概8万多了，他上到大概8万左右了。那时候压力就很大，就决定开始追这样，然后就分数开始咬，然后开始追，就什么第一名就从7万5一直打，然后我们就互咬到8万左右。然后之后我8万就上不太去，我8万1一直上不太去。那天就是1胜1败，但是1胜1败你分数会往下降，1胜1败你分数会这样降，所以头很痛。然后大概打到早上7点的时候，就有一波大连败，然后就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打昏了嘛，因为打游戏王打了这10几个小时去了，
15个小时、16个小时，然后都没有睡觉，然后一路掉到7万左右吧。但那时候没有放弃啊，这是我朋友截图，那个第2名那时候就是我，就是这是最大的差距的时候。这好像不是，就是我还有掉7万零多少的时候，然后之后就稍微重整了一下，然后决定继续开始打，这样就这边就是把那个表单切掉的时候，早上6点多7点的时候就掉到这个分数，但是就开始追嘛，想说反正都到这边了，我也不可能掉到金头外。就开始拼，然后最后打到9点的时候，就有一波大连胜，然后拼回81900。啊，当然9点之后，因为大家知道我要去考试嘛，所以我就他妈出门去考期末考了。那之后就是在写考卷，就也没办法再追加打了。所以如果最后3个小时能追加打的话，我是因为追加打，因为我觉得这个分数肯定是不够，他一定能追上来。所以我一出门我就觉得，这次大概是无缘，但也还好，不知道，反正没做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就这样吧，就缘分未到，下次再努力这样。嘿，这次主要还是运气好一点啦，但可能运气没有那么好，没有好到直接拿锦衣，所以下次再努力吧。实力的话就大概那样吧，我自己觉得是运气好啦，就是实力，就是有一阵子我是觉得我状态是真的很好的，就是有把一些比较不可能比较差的对局打回来，但是主要还是运气好啦，就是实力要到那你运气也要好啦，对啊。反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是在开台的话，千万不要看聊天室。嘿，看聊天室绝对不会帮你上分，绝对是帮你扣分的。嘿，那你不看聊天室，要不要开台？这个就看个人啦，因为毕竟有流量嘛，然后就人要生活，对吧？如果你是专职打这个的，总得生活嘛。那 DC 杯的心得分享大概就这里啦。好，希望有帮到想要冲 DC 杯的人啊。那也希望台湾有更多的人愿意一起来冲这个 DC 杯，就能有一队台湾的代表这样。那如果有人真的很想冲 DC 杯，目标拿金头拿资格的，嘿，你可以来私讯我，然后就可以再讨论这样子。因为我和我的队友都觉得。可能需要更多人来一起准备这样，但一定是要认真准备的，好不好？就是一定是要认真，真的要冲这个资格的，你再来私讯我。反正我也还没有想好筛选机制，但我心里会有一把尺，我觉得 OK 才 OK， 好不好？那大概就这样，就很欢迎，如果真的有要认真抽的人来跟我讲，这样就你私讯我 DC 啊，因为就真的还蛮想去世界赛的啦，希望台湾有一队可以代表去世界赛这样子。如果最后我的积分够，也希望可以跟其他亚洲区的选手组队啊，比如说韩国的选手之类的，好不好？就只要能去世界赛我都好，对，只要能去世界赛我都好，我不在乎我队友是谁，是什么地方的人，嘿，讲什么语言都 OK， 我会中文、英文、日文，嘿，都可以通，好不好？我这个3国语言都可以通，对话都没有问题，都能交流 ，OK， 好。可惜我不会韩文，没有办法。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者到我实况上来询问。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加我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哦。我是 FC 加 J，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